瑞宝要去选竹子，为什么他一屁股坐在了妹妹头上？瑞宝叛逆少女上线，立刻坐上了宝宝巴士，去爷爷给准备的小饭桌上吃竹子去了。忽然，乐宝握着竹子就跑了。乐宝到底是被什么吓到了呢？场啦，今天又来带大家看新鲜的宝家族。这边走就是熊猫馆了。到达熊猫馆，今天一进熊猫馆，这两个姐妹还在睡觉。辉宝今天好像也有了新发现，只要对准空调出风口就会很凉快，这小脚丫吹得一晃一晃的。瑞宝这是准备起床了吗？还起来做拉伸运动？并没有，他只是转了个身继续睡觉。对面的乐宝今天的睡姿也很奇怪。辉宝也找到了夏天最佳打开方式，对准空调口就会很凉快。下一轮进来的时候，乐宝睡得好可爱。瑞宝和辉宝也还在树上睡觉。瑞宝又一次在准备起床了。他是又一次转身继续睡觉。看了2轮，他们还都在睡觉，幸亏今天人不是很多，可以继续排队了。终于排队进场了。这一轮爱宝已经在室外场开始吃竹子了。今天的艾女士依然优雅。对面的乐宝今天怎么看起来有点呆萌的，又好像特别警惕，吃个竹子还要左看右看。宝好像一直在保持警惕吃竹子。虽然乐宝在很警惕的吃竹子，但是他吃的依然是竹子最好吃的部分——竹心。乐宝的眼神一直在观察周围环境，他到底在听什么、看什么呢？忽然，乐宝握着竹子就跑了。虽然乐宝每天看起来像宿醉大叔的模样，这身手却是矫健。乐宝还在小心翼翼地观察环境。乐宝到底是被什么吓到了呢？我观察了一下周围环境，好像和平时也没什么不一样。就是有几只麻雀一直在叫，难道乐宝也怕麻雀？之后，乐宝又开始在自己的院子里巡逻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。确认环境没有危险之后，乐宝又坐回了小饭桌，开始继续吃竹子。这会儿的乐宝吃竹子看起来比刚才安心了很多。差不多3点了，但是他们都还没有醒。今天的午觉有点长。下一轮进来的时候，瑞宝和辉宝终于睡醒了。因为竹子都在妹妹那边，瑞宝要去选竹子。为什么他一屁股坐在了妹妹头上？今天的幼儿园老师是宋爷爷，他来给瑞宝和辉宝添竹子了。宋爷爷带来了一大捆新鲜的竹子，还热情地打招呼：“这边有新鲜的竹子，快来吃！”结果这俩小孩只是瞥了一眼，没有零食，那我们不动，假装没看见爷爷，继续各吃各的。宋爷爷就默默地开始收拾竹子。他们俩应该是闻到了宋宝身上没有零食的味道，就变成了叛逆少女，坚决不听爷爷的话。
宋爷爷看他们不过来，就默默地帮他们收拾好竹子，撤退走人了。最后还看了一眼，这两个小朋友真的不过来吗？宋爷爷没走之前，这两个小朋友还假装在远处很努力地吃饭。看辉宝吃竹子吃得多香。当他看到宋爷爷走了之后，辉宝、瑞宝叛逆少女上线，立刻坐上了宝宝巴士，去爷爷给准备的小饭桌上吃竹子去了。美丽的艾女士出现，院里的竹笋都长得比我高了。这一轮进来的时候，辉宝和瑞宝明显是吃饱喝足，开始玩了。辉宝又咬住了姐姐的头皮，想要给她做一个大姐同款的小啾啾。这两个小朋友打闹的时候，突然想到台下姨姨和舅舅们的摄像头都对准了他们，突然女明星的镜头感就来了，动作专业的就像在拍熊猫画报。瑞宝还在给我们比心。一堆姐妹也太会摆拍照姿势了。两位熊猫界的女明星，辉宝还不忘对着镜头表情管理微笑。
瑞宝也要对着镜头微笑。今天拍大熊猫写真时间到了，2个小朋友也要各自找位置准备睡觉了。辉宝真的像爸爸一样强壮威武，看起来很有力量的大熊猫。瑞宝已经准备要睡着了，艾女士已经在室外睡着了。感觉上一轮瑞宝、辉宝简直像是在拍画报，2个人表情和动作都特别好，感觉会有很多好的照片。不知不觉又要到了下班大战的时候了。瑞宝每天都在看自己的小竹笋农田。今天瑞宝很乖，在静静的等下班了。艾女士又是卡点回来的。上了1天班都还很开心的瑞宝和妈妈在等下班。辉宝也感觉快要下班了，开始挠痒痒，准备起床。辉宝可爱的迷你土豆腿，瑞宝去着急看看下班的门打没打开。辉宝也从妈妈树上滑了下来，准备下班了。艾女士去看了一下，下班的门还没有打开。瑞宝怕妈妈和妹妹先下班，直接过来撞飞了艾女士。瑞宝和艾宝就在门口干站着，因为他们2个不会敲门。瑞宝还让艾宝去敲门。艾宝让辉宝来敲门。偏偏辉宝今天也不想敲门，让妈妈和姐姐知道辉宝有多么的重要。瑞博士知道，除了敲门，还有更直接拿捏饲养员的方式，就是敲饲养员的门。瑞宝紧紧地盯着下班的门，今天看来他想第一个下班。为什么饲养员总在他们回头的时候开门？这位叛逆的饲养员是谁？会儿辉宝慢慢悠悠地走回来，他一定在奇怪，为什么不挖洞不敲门，这门也会开呢？好啦，下一期视频见，大家记得点赞关注我的频道。好看的。